程结束这一段的周期，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与此同时，外围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包括英国方面一些的罢工，也包括呢欧元区方面最新一些的相关数据在逐步缓和。那么到底这一些的信号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的投资方向？港股方面今天跌了113点美股方面呢这连续2天增强，这一些的强烈对比到底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今天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5点半时段的嘉宾 Finance 客席分析师李慧芬 Stella 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解析。Hello Stella 你好。Hello，妹好，大家好。Hello Stella，今天首先第一个问题，刚刚也提到了第一个关于这个美国聯儲局您是怎麼看的？係啊，琴晚美國聯儲局就喺2023年嘅第一次嘅議息啦，咁啊加息20個基點咧，其實就係市場預期咗㗎啦，已經係。咁啊，只不過就個會後聲明，大家之前就去諗究竟佢會放鴿定係放鷹咧咁樣樣。咁啊，就曾經因為改動過嗰個嘅演詞嘅時候咧，大家都一陣混亂啦，跟住以為有地方就佢會唔會直情由鷹變鴿鷹咁樣樣。即係總之無論點都好啦，最後咧佢個表達出邊地方咧就話下一次都會係加息嘅，咁只不過就話加完下次之後就咧可能就要睇睇啦，咁即係話咧嚟緊呢2個月嘅經濟數據咧就好定奪到究竟第3次議息嘅時候咧係會唔會再加息，定係咧就話真係加完今次下一次就加20個基點之後咧就會停一停，睇下咧就話嗰個嘅通脹係咪會回落啦。除咗睇到通脹係咪回落之外，實咧當然亦都要睇翻就話係美國嘅經濟狀況有冇機會出現一個衰退。如果因為加息而令到嗰個嘅美國嘅經濟出現大幅衰退嘅情況實咧，當然就要即刻去即係停止呢個加息啦。另外咧就佢亦都講到明咧，就話今年咧係冇機會係去減息嘅，即使咧嗰個嘅經濟狀況係回復翻正常都好啦，認為唔適合咧係減息。認為應該要將嗰個嘅息口嘅時候咧係陪一段時間，即係喺高位度咧橫一段時間先穩定咗個通脹啦，咁先至有機會減息。咁即係話咧，同其實舊年我哋開始講嘅時候咧都係啦，就話今年咧就應該係會加完息嘅，之後實咧就唔會減息。咁如果要減嘅話咧，都係出年先減，即係話咧我哋預期咧佢可能會係喺停咗加息之後就咧，咁就喺出年嘅可能中左右地方嘅時候咧，先至有機會咧係慢慢調低個息口咯。咁當然一切都要睇翻就話嚟緊一段時間時候咧，嗰個嘅經濟狀況同埋就話係嗰個嘅有冇真係大幅衰退嘅情況咯。有一些的專家其實預測市場這一次可能忽視了美國聯儲局未來幾個月通脹可能會有回升的一個風險，所以有一些人會調高這一次加息次數的一個預測。您自己個人覺得整體的通脹如果再次回升的話，您覺得風險性有多高啊？其實咧就係點解市場上邊啲專家認為或者啲學者認為咧就話個通脹有機會回升翻咧咁因為而家全球個國家都喺度加息嘅時候咧，咁一個油價回落嘅時候，咁當然所有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咧，通脹係向下咧，呢個係即係一定係發生㗎啦，根本就係咁，但係就延續落去啦，就話係如果個國家都覺得就話係喂經濟衰退喎，我唔可以再加息啦，咁即係話會停止個加息嘅步伐啦。但係另一邊廂因為中國內地開始復常嘛，咁佢哋咧就有條件地咧係去放水，即係佢哋嘅放水就唔好似美國咁樣大印銀紙啦，咁佢哋可能地方就話真係要銀行貸款俾一啲嘅企業或者喺市場上面做集資等嘅時候咧，就令到個市場上面嘅資金咧係鬆動啊嘛，咁變咗呢一方面又會令到嗰個嘅市面上嘅資金多咗時候咧，又有機會出現一個通脹咯。再加埋就話，如果俄烏嗰個戰局咧仲係延續落去嘅時候咧，又或者再爆發即係再負面一啲嘅話咧，咁個油價又再上升。咁呢啲其實咧就話係你見到好似咧個通脹向下嗰個嘅情況咧，好似冇乜再有條件係做呢個動作，反而咧就話有好多嘅因素有機會令到個通脹回升。咁所以就出邊好多嘅即係學者或者一啲專家咧都係咁睇法。
當然啦，其實所以真係我哋有幾個即係諗法地方，就話譬如俄烏事件係咪真係會惡化，油價係咪真係會上升等等咧，係令到個通脹會唔會係回升翻咯？近期我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在说，这个俄乌战争方面的话，继续这样持续下去，可能对于石油方面，不单只是说到可能双方对于石油方面一些的制裁啊，更有可能呢会令到能源方面在未来的一个方向性有所转换，比如说相关一些的新能源的一个崛起。其实 Stella 怎么看？现在石油在地缘政治下影响，目前整体的一个节奏是怎么样的？其實影響都大嘅，因為最慘嘅地方咧就話係俄羅斯係一個嘅產天然氣嘅地方啦，同埋佢都係歐佩克嘅成員之一啦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咧就話令到嗰個嘅即係佢哋一場戰爭嘅時候咧，已經連續咗就嚟1年啦，去到今個月嘅24號就已經係1年啦。咁嘅情況底下實咧，其實係左右住咧呢啲商品嗰個嘅價格，即係當然啦，就話如果真係好戲劇性地咧，就話係1年。即係呢個月底之前嘅時候咧，係停止咗呢場戰爭嘅話，當然嘅商品就會全部係大幅係向下啦。應該就去到而家呢一刻嘅話咧，我哋好似都仲未睇到呢啲咁樣嘅眉目啊。咁所以咧就相信有機會咧係嗰個嘅油價上面時候咧，可能就會係受住俄烏嘅事件嘅時候咧，都會再繼續有個嘅向上嘅動力喺度咯。现在其实外围市场方面，很多的一些的消息以及很多的一些的数据不断在出炉。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像是欧美方面啊，尤其欧洲最先出到一些的经济数据。其实塞尔觉得最近这一个欧洲方面的一众的经济数据，整體給您的感覺而言，是不是問題逐漸緩和，還是看到了新的方向？我見到如果你係歐洲方面嘅時候咧，就明顯地咧係比美國嗰邊係要差，對，所以你會見到咧就話係美國今次咧只不過係加25個基點，但係而歐洲啊同埋英國實咧，當然啦佢哋今晚先至會係議息啦，咁但係大家就已經係市場上面認為咧，佢哋會加50個基點嘅，差不多好似認為係板上釘釘嘅事情㗎啦，已經係。咁OK啊，咁譬如我哋加50基點嘅原因地方咧，就我哋睇翻就話歐元區啦，法國啦、德國啦，就算英國啦，佢哋個通脹真係非常之嚴峻，佢哋唔加息，因為佢哋係有個被動性喺度啊。如果佢哋唔加息嘅話咧，其實就冇乜嘢可以做到，亦都冇理由咧就係有一啲通脹係咁飆升上邊。咁但係就算即使佢加息都好啦，究竟其實成件事情幫助幾多咧？100%肯定地方咧就話係佢哋唔會咁好似美國咁收效啊。美國都要咧係加咗即係舊年加成7次息嘅時候咧，你開始先至見到啲通脹開始即係回落得比較急少少啦。當然亦都喺舊年就係6月份見到高位之後嘅時候咧，都開始逐步向下。但係你見到就話歐洲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就冇美國嗰邊咧係咁容易係去處理呢個問題，特別歐元區有一紮嘅國家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嘅時候咧，我擔心就話係歐洲嗰方面嗰個嘅衰退嘅機會咧係要比美國大咯。咁同埋佢哋嗰個嘅通脹啊、加息嘅步伐啊，就會同美國會有少少嘅距離。咁但係咧嗰個影響性就會好大咯。是沒錯，所以在歐洲方面的話，現在大家對於歐元方面的一個憂慮，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啊。那麼與此同時要對比的就是英國方面了。我們看到英國最近這個幾輪的大罷工啊，這一次交通方面啊、教育方面，其實多種行業統一起大罷工的時候，讓世界方面更加關注到英國在未來方面的一個走向。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啊？最近英國方面其實經濟通脹激發起的一些的民怨，尤其是這個英鎊方面，未來到底有多大的期待呢？我覺得嗱，英鎊咧，反而我就會覺得佢咧又開始有少少咧係壓力喺度。雖然就話佢唔係見到佢急跌嗰個情況啊，但係你會見到佢就係咧1.24水平之上咧，明顯地咧就有啲沽壓，即係話每一次到1.24水平之上實咧，都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啦，又或者一啲新嘅沽盤係入市。雖然咧個量好似唔係好多嘅，即係唔能夠令到佢話係大幅向下，但係咧你會見到就話係升上上嘅力度咧係真係非常之欠缺。咁如果再升唔到上面嘅時候咧，其實向下嘅機會大。我自己認為咧，其實唔排除今晚英國邊即係議息完之後嘅時候咧，或者呢兩日咧開始英鎊就會係逐步向下。咁今個禮拜尾嘅話咧，我預佢咧要落翻去呢個嘅1.1半啊，或者1.22邊緣嗰啲地方咯。OK，那最近這段時間裡面，這個人民幣跟美匯方面，您又怎麼看呢？
美匯指數咧，其實見到近期咧就走勢比較即係喺低位度徘徊緊一段時間。咁你話佢會仲會再跌咧？機會唔係冇，不過咧就好似之前我都講啦，100.50同埋100.80嘅時候咧，係一個比較強啲嘅支撐位嚟嘅，咁佢未必會跌穿呢啲咁樣嘅水平。咁但係走勢喺而家嚟講話咧，都仲係咧係比較弱少少。咁但係嗰個人民幣方面就明顯地啦，就係較強啦。咁你冇辦法過，因為實在第一就係美金弱嘅話咧，咁人民幣自然就會有個嘅升幅喺度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歐美嘅基金經理實咧都睇好中國內地嗰個嘅復甦嘅步伐，同埋就話佢哋將亦都好多嘅歐洲方面嘅基金經理實咧係睇好咧，就話係中國內地係今年嗰個嘅 GDP 咧有機會咧係回升翻上去5%以上嘅。喺咁嘅情況底下，當然就好多錢會湧入咗去呢個嘅中國內地嗰邊啦，令到人民幣咧就上升。不過我覺得中國內地即係中央嗰邊話咧，唔會俾人民幣咧係大幅上升。我相信咧去到譬如6.67啊、6.65嘅話咧，就會係止步，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咧，就話你今年中國係要復常啊嘛。咁如果佢將個即係個人民幣由得佢自己上升嘅時候咧，咁啊會窒礙咗佢哋出口咯。咁所以佢都會去到某個水平嘅時候咧，就會係撳住唔俾佢上升。咁而家嗰個嘅人民幣嗰個嘅分界線咧，就大概6個60錢左右嘅。咁所以就算跌升都好啦，去到啲水平都會止步咯。另外想看一下這個美國國債方面啊，這個息率急跌，而且我們看10年期跌穿了3.4厘。近期這個債市方面啊，很多專家都說今年真的要看穩看牢，您怎麼看？係啊，冇錯，因為你美國咁樣加息法嘅時候咧，個債券市場咧其實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波動喺度。特別咧就話係好多都會擔心有幾樣嘢啦。第一就話係美國加息嘅原本應該美金要強噶嘛，因為成日都講地方就話係美國加息嘅話咧，資金就會湧咗去美國方面，咁美元就會係轉強。但係大家會見到就話近月以嚟嘅時候咧，個美金都係咁跌咧，其實就顯示到就話美國即使加息都好啦，未必能夠帶動到啲資金入邊度買美債。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咁美債嗰個波動性一定會有啦，同埋會擔心咧係出現一個債市會冧嘅情況啊。同埋你見到就話有啲嘅央行，譬如好似中國啦、日本啦，咁咧都喺市場上面沽美債。雖然佢哋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數量，但係一個嘅感覺俾人哋分咧，就話係連呢兩個有美國債券最多嘅央行都要喺市場上面度沽美債嘅話咧，咁你就可想而知地方就係啲即係一般嘅投資者會點諗。咁所以就喺呢一方面就咧，其實會令到嗰個嘅債市咧有啲壓力咯。另外，我們之前對日本央行成為今年的黑天鵝的時候，那些的擔憂 ，Stella 現在還會存在嗎？因為最新我們看到日本的央行目前還是維持着一個超級寬鬆貨幣的政策啊，沒有改變。您自己個人覺得，他們對於通脹方面的一個控制以及未來的一個貨幣政策走向，現在目前是穩定的嗎？暫時其實我就覺得未算穩定，因為咧我知道日本咧佢係要等其他嘅國家，例如美國啦、歐洲方面嘅時候咧，佢哋加定咗息，咁而又見到外邊嗰個嘅通脹咧開始穩定咗回落嚟嘅時候咧，咁日本先解除呢一個有機會加息嗰個嘅風險喺度。因為如果其他譬如美國啊、歐洲啊個通脹繼續向上嘅時候咧，咁咧日本嘅壓力好大噶嘛，因為日本係一個好資源嘅國家。佢啲嘢又要進口，跟住之後就做製造，然之後再出口。咁你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外邊啲嘢貴嘅話，係非常之影響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原材料嘅價格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個輸入個通脹咧係會非常之嚴峻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而家日本咧我哋都只可以係靜觀其變。如果能夠外圍嘅，即係講緊譬如美國啊、歐洲方面咧，嗰個嘅通脹真係明確地見到佢已經見咗頂㗎啦。一係回緊落嚟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相信日本係應該回喐個息口，佢哋嗰個嘅通脹咧都會逐步咧係回落翻。因為有時日本同其他國家一樣㗎，佢哋都係個通脹講創40年嘅新高，咁即係話其實同美國一樣啦，佢都係舊年年頭點解要加息啫，都係創40年嚟嘅新高嘛。咁所以咧，大家咪會擔心日本都會去加息咯。咁所以就話我哋而家要睇嘅方就係先睇咗歐美嗰方面先，咁跟住再定住究竟日本對個息口嘅取向咯。
OK，最后还剩下6分钟左右时间啊，就想跟 Stella 一起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一个表现。港股方面迎来一个回调，美股方面真是节节上升，让人觉得，哎呀，这个美股真的是不抗压力啊，完全可以把很多的一些我们认为负面的一些消息画成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华尔街也是不容易啊，把这一些的消息进行这一些的转化，让大家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前景。您现在其实对于港股跟美股现在目前市場的一些的壓力會怎麼看？美股會不會危險很多呢？會啊，因為我哋見到，譬如你美股嘅話咧，你雖然話近日見到佢個波動性都有，同埋就話係喺琴日即係琴日聯儲局議息嘅時候咧，嗰段前後嘅時間嘅時候咧，個波動性係非常之大噶嘛。咁但係啊，冇錯，咁佢咁大嘅波動性喺度，咁究竟結果係點咧？究竟結果就係話佢都係升穿34,500嘅地方，亦都係34,300幾，即係交中商嚇，都係34,300幾就止步啦咁樣樣。咁即係話咧，其實喺34,500或以上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嘅壓力咧都非常之重。咁即係話咧，佢好大機會喺個頂部做一個大型上落市，咁跟住做得橫行上落市時候咧，只係得兩個結果啫，一係就大升，一係就大跌。但係我唔認為美國有條件俾佢再大升咯，咁所以就後邊就一定會係跌咯。美股方面的一个这一次能够坚持到现在，当中科技股所做出的一个贡献，我们不能够忽视。反观看到港股方面呢，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在这一轮的升幅升得非常的厉害。上个星期四也跟 Stella 在讨论过这一些的问题。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尤其是第一季度迎来第二季度的这中间的过渡期，您自己个人其实认为领导港股或者说在港股方面可以突围而出的，会是哪一些的行业板块呢？嗱，其實我覺得港股咧就有啲同美股邊唔同嘅。嗱，美股咧就話係 Dow Jones 咧，佢就係壓力好大啦。但係你見到近日咧嗰個嘅 Nasdaq 嘅話咧，哇，升勢非常之凌厲啊！咁啊，除咗呢樣嘢之外就咧，但係港股就唔同喎，因為港股其實之前一段時間時候咧，都即係美股升嘅時候咧，港股係跌噶嘛。同佢行一個相反，即係話啦，美股升咁啊，港股就跌，內地股市升，港股都跌，即係無論咩原因底下咧，港股都係啦，冇錯。咁啊變咗就佢係太大嘅條件都可以係向上。當然啦，就話係大家一個寄望地方就話，當香港而家已經同內地即係復常啦、通關啦，下個禮拜都已經連路啊啲都通埋關嘅話咧，咁變咗就大家都認為已經同接近，即係同以前係接近差不多一樣啦，已經係。咁所以咪有差唔多所有嘅唔同嘅行業啊、唔同嘅板塊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有個好大嘅寄望喺度咯。再加埋咧就話香港政府啦，又或者係內地嘅政府嘅時候咧，都希望俾好多政策出嘅時候咧，係去激活翻個市場。咁所以就好多嘅板塊咧都會上升喎，所以咧就同美國嗰邊就有啲唔同咯。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一些的异动股份当中，很多人都非常注视着一些我们说笋股啊，便宜的一些的股份，现在目前升值空间非常的高。当然，也有一些的股份真是节节攀升，完全不理自己整体的一个 P/E 的一个位置。您现在目前觉得有哪一些的股份甚至是板块，您觉得其实升到差不多了，大家真的是少投資為妙啊？嗱，其實喺現階段嚟講嘅話咧，其實因為其實整體成個大市都要回吐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話係我哋見到之前升得都比較緊要啲嘅科技股嘅時候咧，即係當香港嘅科技股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少少嘅壓力喺度。我覺得後市都係要升嘅，只不過地方就係因為短期講緊係由11月、10月、1月3個月都升得咁急嘅時候咧，佢哋應該要唞一唞氣，即係做翻啲回吐。咁所以咧就話我相信科技股嘅板塊就咧。就大家都想追佢，但係就唔好追住啦，真係。咁啊，等佢即係回吐咗先，或者我覺得成個大市咧都係有一個嘅回吐嘅時候，整體大市都回吐完啦。咁我哋先再睇下個別嘅股份或者特別科技股啦，或者龍頭股嘅時候咧，咁就去睇下究竟佢回吐完未啦咁樣樣。回吐完嘅話咧，就可以入市去買翻咯。因為今年港股整體成個大市都係向上嘅。只不過就話係等個靚位入市㗎嘛。其實2月份，環球有哪一些的事件，甚至一些的相關的一個業績，您覺得對於港股而言影響性比較重的呢？
我覺得嗱，2月份嘅就當然咧，就話大家會留意嘅就係復常咗之後，或者通咗關之後嘅時候咧，究竟係咪真係好似預期咧係咁一個好嘅影響咧？咁譬如剛公布1月份嘅呢個嘅澳門嗰個嘅遊覽人數係啦，收到嘅數字嘅時候咧，哇，已經比前年係升咗80幾個%，即係比較升咗80%。係啊，冇錯啊。咁當然佢有好多嘅promotion 出咗嚟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咁好啦。咁但係無論你唔好理佢做咗啲咩嘢，但係呢個數字係話俾大家聽，喂，真係接近復常咯喎，其實已經係。咁所以咧，其實喺2月份時候咧，我哋要睇翻就係，既然係通咗關1個月嘅時候，咁究竟呢1個月出到嘅數據話俾我哋聽，佢究竟係咪真係如我哋所講地咁好咧？譬如好似翻內地或者內地啲人嚟香港嘅，原來唔係真係使到知道咁多喎。咁譬如我就去出外旅行嘅就多咗，咁外邊啲人嚟香港嘅人就多唔多咧？咁我哋要留意翻呢啲嘅數據，因為我哋起碼估錯咗地方就話係內地人會嚟香港消費時候咧，暫時未見好積極先啦嚇。咁如果係其他外國嘅人嚟香港個消費究竟令佢有幾多咧？咁呢啲數據我都要逐步睇，特別係呢個嘅復常呢1個月咯。所以2月份我們要從一個幻想預測判斷，來變成一個回歸現實，到底這些數據可以給到我們什麼樣的一個實際狀況，才能夠左右整體大市的一個走向啊？那麼今天非常謝謝 Stella 的詳細剖析。那麼剛剛提到個別股份 ，Stella 持有嗎？冇持有嘅。好的，那麼今天非常謝謝 Stella 的詳細分享啊。那麼下星期四的同樣時間，我們繼續會邀請 Stella 上到我們的一線金融網。謝謝 Stella，下星期再見。